电。好。吴副主任，您可算是来了。你看，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。慌什么？主任呢？主任还在休息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。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，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。难道他们会飞吗？给25军发报，让他们按兵不动，以静制动，弄清楚敌情再说。是。吴副主任，我怕来不及啊。之前共军攻打天津，只用了29个小时啊。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，我军以逸待劳，共军劳师远征，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，不要自乱阵脚。好。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，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。攻城时，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，必会全部暗地绞杀。解放军攻势迅猛，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。老师，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，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。必须想办法解决。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，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，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。老师，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是。给我吧，太太，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，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？石成，你怎么又往外跑啊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外面现在乱得很，到处都是溃兵。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？快了，我跟同学约有事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又约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学生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打声招呼。师母，学校不是停课了吗？学生怎么还去上课？我也不知道，整天往外跑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妈，啊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？走，哥哥带你找去。你玩意放哪了呀？这干什么呢？什么干什么呢？你回来正好，刚好进来交代一下。就你的这些书啊，我都没动啊。我大概算了算，至少得装10箱，还不算楼上的呢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哪带得走啊？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？谁让你收拾的？这共军都打过来了，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。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？是广州、台湾、重庆，还是香港？哪儿都不去。福州是我们的家，不走。不走啊？听我的，不收拾啊！家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跟聂西都饿了。你突然回来，我是……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，尽快送到华东去。老师，您要亲自去318师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辛苦你跑一趟。是。
请建峰同志上报总裁，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，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？没有正式编制，怕耽误了工作。这徐副局长，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。国府不能同时有2个编制的保密局啊！恢复编制，我来努力。啊，感谢建峰同志，为之当尽心竭力，全力以赴。好，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，关于台湾各厅属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，你进展得如何？我们通过邮检制度、电话监听、笔迹鉴定等方式，已调查了周志柔、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，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。只是吴石这边，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攻势，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见进展。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，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，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伤害都受不了半个月。福州东南有江海，北有大山，背水之阵如何能守呢？老师，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？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，您的身份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我们不如从长计议，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。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？来不及了，起义早一天完成，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，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。吴副主任找王副市长。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，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，上级就会通电起义，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，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。是。到时候啊，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他们要是敢反对，我们就直接扣人。好。报告。你们2个先出去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是。是。吴主任。吴副主任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夺回宁江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，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，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。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？放行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收到命令。对不起，我们王副师长有令，没有他的命令，不能放行。请说明你的任务。你没有权限知道，我命令你们让开。让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龚秘书，张团长，这位是绥署朱顺郎主任的秘书。把枪放下。怎么了，龚秘书？我有重要任务，我要见吴副主任。有什么事您跟我说，我去报告吴副主任。不必了，朱主任交代的事情，我亲自去。报告，绥署龚秘书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吴主任，主任请您立刻回绥署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先到外面去等。主任说有要事相告，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。好，你们现在只有1天的调整部署时间，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，让聂副官接着跟您说。是。记住啊，聂副官，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。是。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？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？都是通的，都是通的。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，还带了宪兵？吴副主任，请您上那辆车。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？我们这没有抖露任何风声。聂副官，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严禁坚守，等待起义。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，老师那边交给我。行。主任，您找我有事儿。你瞒得我好苦啊！主任，您指的是什么事情？总裁手谕。于勋武帝依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地咨询，思维之清晰，情报之熟练，印象甚深。时之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，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。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，兄中正14时。总裁对你颇为赏识，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？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。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。你看，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，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。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，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，桂系不足为虑。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，更待何时啊？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颜。跟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哎呀，总裁对你委以重任，总归还算是件好事。于兄，以茶代酒。朱拉弟
前程似锦。主任，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。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？昨日听夫人提起，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。介景和不会晚，他可是滕恩伯的亲信。共军现在大兵压境，福州危在旦夕。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，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，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，想了解一下情况。这老小子，既然他如此怕死，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。你当时是不是说过“当国不忘，天理难容”啊？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，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？眼下您刚去318师，这边任命就下来了，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。老师，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等福州解放，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，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，一家团聚，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。你再跑一趟，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。谁呀？谁呀？老吴。董夫人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刚好来福州公干，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勋兄和董夫人了。快请进，请进。于勋，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。哎，宋夫人，带点特产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分飞兄，盼你久矣啊，甚是想念。于勋，你送出的消息，组织上已经收到了，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。第一，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，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任务的事儿怎么说？没有硬性任务，是就地起义，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？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。完了，完了。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。你说。不要去。傅飞兄，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、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，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，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，敌军在苏南、浙江的防御计划，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。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？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？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，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。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，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。于兄兄，福州眼下解放在即，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，那是多幸福的事情！你已经戎马孔总半生了啊，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，不宜再冒此奇险。白飞兄，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。完成此次起义，迎接福州解放，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。你到台湾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嫂夫人该怎么办？孩子们又该怎么办？你这是怕我回不来？你去的是台湾，深入虎穴。分别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。你在香港人脉广，路子多，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。
这是在向我托苦？严重了，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。这个忙，你听着，我帮不了。分飞兄，你知道我的，你答应我，我会去的；你不答应我，我还是会去的。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。于先生，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，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。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，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。分飞兄，拜托。我心跳贝贝啊，走三关，我改完所有回的路岸，放下西凉好点吗？我睡觉吧。走啊！别亏，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说吧。对不起，李贵，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你那么年轻，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，颠沛半生，辛苦你了。谢谢，要不进去喝杯茶？哎呀，帮你们休息了。别小心意，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。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？可是我睡在沙发上，腰会疼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妈妈，我
我吃好了。学长，你也回屋吧。我还没上呢。没关系，有什么想说就说。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。上峰有命，不得不从。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。我已经让聂喜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。我也托人去找兰城和邵城了，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。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。行，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要留在福州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？你不走，怎么办呢？一个人流浪街头。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城姐姐。暂住多久？兵荒马乱的，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。福州是我们的家乡，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？学成，你14岁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最近家里面事情多，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，照顾你弟弟，不能一味的任性。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、当父亲。妈妈，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？我们一家都要搬家，搬家我也要管。咱不带他，咱也带不了他。不要，我就要带着他。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？妈妈都说了不能带，不能带，带不了。小鸟怎么了？哎，跟爸爸来。爸爸，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？这不挺有精神的吗？别哭啊！你学几声鸟叫，它就好了。学成，想让它有精神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放了。好，不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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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着啊。立马就带着954团逃跑了。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。报告，副师长，我把解放军同志带过来了。你好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野31军92师副师长。318师阵地战况如何？速报。主任，李迅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318是认真倒戈，现在福州城区门户洞开，赶紧走，再不走，任机场都守不住了。快快快！快点！
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。你不能去。我要去。申请跟您去台湾，我理由有2：于公，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，保证您的安全，我不能当逃兵；于私，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，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。你走了以后，阿美怎么办？爸妈怎么办？我都安排好了。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，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，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。这孩子怎么办？孩子太小，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。你这么决定，阿美没意见吗？阿美完全同意。在我上飞机之前，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，阿美完全同意，你可以去台湾。老师，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，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。您知道的，我水性不错。我让你停车了吧？继续走，一起走。是。父亲，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。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？如今福州竟连10几日都撑不住，怎么回事啊？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，便临阵逃脱。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，导致福州东门大开。谁批的调令？父亲息怒，调令是朱主任亲批，但蹊跷的是，调令下达之前，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。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，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。吴石，不可能！停，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。好的，父亲。主任，嫂夫人和孩子呢？在飞机上呢。哎，刘汝明呢？早跑厦门去了，这会儿还等谁呀？来了。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快点儿啊！小请，不用谢谢了，就等你了，你可算来了你。那咱们台湾再聊吧。好，我先上去，好，主任，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？感谢。不只等你一个人。哦，还有谁啊？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没上船吗？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。于轩，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，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，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，所以安排同架飞机，我们一同前往。主任，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，所以，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。碧奎，趁时间还来得及，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。不，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。我要多谢朱主任，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。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。于迅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？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，那我就留在福州，等着你回来。好了，先上飞机。快走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
啊，你看这匹马，它的名字叫黑珍珠。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3。是吗？这么威啊！好，就聽朱老闆。OK， 係，老細，同我買下一場黑珍珠，跑頭3。OK， 300買，好，300。朱老闆，你一向做大买卖，买盘尼西林，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？江老板谦虚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。有多少我买多少，你开个价吧。果然是做大买卖的，够爽快。是这样的，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，不知道祝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我们？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？我用大豆。师傅，就是这儿。来，给您钱。好，多謝。进来。朱姐，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，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，要违约涨价。我调查了一下，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，还见了一个法国人。他要涨多少？3成。3成？简直是坐地起价呀！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，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，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？那倒是不会，英国人只做生意，他不认主意。只要价钱合适，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。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？姐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黄豆换西林，德英啊，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？建峰同志，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。总裁此前再三严令，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，但因建材短缺，福州绥署施工受阻。据悉，刘汝明、李延年、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。会上，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，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，但遭到对方拒绝。但经过我们调查，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。吴司长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？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，但这2件事，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。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。城防工事尚未完成，加上318师突然倒戈，就算有2个摊薄固守，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。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，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，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。你们是同事，应同心协力，和衷共济，才能把这件事办好。建峰同志，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。继福，你这1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，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。舅舅，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“光明报案”，那是什么案子？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《光明报》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。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，抄了基隆一所中学，抓了几十号人。现在台湾就这样，只要跟共谍2个字沾上边，不死也得扒层皮。台工委是什么？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，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。临时征用的房子，门牌都没来得及换。来，来，先生。爸爸，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？哦，刚才要放炮仗，
爸爸怕你害怕。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？我没闭眼睛，我都看见了。姐姐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徐成，快上楼。骗子！建成，走。哪屋是我住的呀？来，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回去，慢点啊。雨轩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确定是这个地址吗？确定。把车开走。我人就在附近。嗯。于轩，兄长，哎呦，总长，昨日吴次长与谢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，次长一家行囊减少，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。不过卑职察觉，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。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，那边局势复杂，共谍猖獗，他现在又身居要职，掌握核心机要，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你只管依规矩办事。是，卑职定当尽心竭力。
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，我就专职去养鸡，我都养出心得来了。孩子们怎么样啊？小康也过来了吗？小康留在上海了，在军管会工作。老大老二都过来了，在盐务系统任职。哦，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，何佳也过来了。过来了。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，那很好啊，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，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，是很好的养护身份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来之前呢，我刚刚得到了消息，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。真的？那还真是太好了。于是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。我有预感，有了你的加入，台湾解放指日可待。于是啊，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。这一天啊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，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。长夜将近，黎明破晓，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。所以啊，你这次来台湾，只用管好一件事，搞情报。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，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，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。我呢，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，叫东海情报小组，上级也批准了。于是啊，东海情报小组，欢迎你正式加入。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！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，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。胸中快垒，正许久，东海可揽北斗镇。孩子都睡了。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？喝酒了？去见了一个老朋友。既然是老朋友，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？还让你喝这么多酒，我也喝点酒。夫人，我给你买了别的。这本《乔海棠》，我知道你还没看完，就来了台湾了，所以给你买了一本。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。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，我一本一本给你买。全部？全部。邵成已经22岁了，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。兰城一个姑娘家，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主意。还有学成和建成，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。别再喝酒了。知道了。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吗？喂，啊，请他进来。总长，吴次长到了，快请。哎呀，学长啊，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。周总长，代理工作而已。过谦了，当下除你之外，还有谁
能担当此任。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，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，岂敢擅称总长啊！我不管，我就叫总长。好，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。来，坐。哎呀，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老朋友啊？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，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。啊，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。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。哦，学长有何高见呢？粟裕占领了福州，一路南下，直取广州，看似凶猛，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，元气大伤。进至福州，已成强弩之末。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张夏、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，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。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，林彪休战已久，对湖南志在必得。但是守贵必先守乡，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。白建生、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，无需总长督促，必会拼死抵抗。所以我说，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。哎呀，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！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。总长信任，我定当尽心竭力，全力以赴。哎，搞什么？不行了！师长，人肯定没走远，药还接着呢。守株待兔吧，一组守前门，你带着二组守后院，注意，不要留下痕迹。是，快查一下。是。小康被记者拍到，照片在香港电了报，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。那您怎么还不走啊？我等你啊。酋长，我只能送您到这儿。给你的材料，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，你收好。
交通员叫张浩，也是老地下了。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，电台就藏在船上，出海的时候才用。所以像测向台、查电表，都找不到他，很安全。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，平时不启用。好，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，我再启用它。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，万经理。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。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，把你的情况告诉他。记住啊，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。明白了。我呀，最近一直在查，究竟是谁在2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，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。查到了吗？这个人叫古正文，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。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，记住，千万不可小觑。知道了。东海小组交给你了。好，酋长，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？是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我会给你写信。何遂临别前告诉吴石，9月2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，并定为首都。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。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。我军分头截击，激战甚烈。汤司令恩伯表示，今夏堡垒，固若金汤。快，直接发55军。判断队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什么就一架？一架也给我派出去！汤恩伯联系上了吗？还没有，继续联系。是。学长，厦门失守了。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？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？这才3天。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，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。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，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。伤亡情况怎么样？部队能撤出来吗？报告，目前可以确定，北半岛第74、182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。南半岛第68、96军一部凶多吉少，只有166师比较完整，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。保守估计伤亡接近。停。伤亡接近3万人。总长，厦门已经丢了，金门近在咫尺。
偌大一个岛国，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支援金门。陈长官，胡琏的12兵团此刻在何位置？应该快到舟山了吧？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，当然是最佳方案了。可是名义上，12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，我不便调动啊。报告，总裁急电。总裁所令，即日起，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。委婉，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，令12兵团18、19两军调转船头，赶赴荆门。是。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！哎呀，于兴兄啊，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不愧是总裁钦点的武状元啊！陈长官过奖了。此公用兵向来果决，学长也不必过谦啊。总而言之，如今我军在金门突然有了6万多精兵强将，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，就算他们叶飞10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，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。诸位，不遇的这记回马枪，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。今天的会议内容，仅限在座的诸位。此公尽管放心，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？学长，总长，哎呀，老实说啊，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，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。你看看，厦门有机场，有要塞，有城市，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？金门有什么？残兵败将。现在好了，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。是。哎，到我办公室去。刚来的洞顶乌龙，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，放松放松，聊聊天。走。总长，喝茶改天。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我这头一直晕晕的，血压居高不下。我跟您告个假，抽空去医院看看。哎呦，那得赶紧去啊！你都说了好几宿了，咱们现在这个岁数，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。是，身体要紧，赶紧去。茶叶，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好。马上联系老张，赶紧换编程。老师，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，这么临时安排，准备的不充分，我怕会有问题。来不及了，陈诚已经下令，让胡琏2个军增援金门，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。渡海登岛作战，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，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、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，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，背水强攻6万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个险是必须得冒。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，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。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，再陪你去医院。没有时间了，你先送我去医院，回头办好通行证，再到医院来接我。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。没事儿，兄长走了以后，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，他很有经验，有危险的情况下，他不会和我见面的。
到底要见个谁了？先生，要盘尼西林吗？新到的货。无刺伤。新到的货。侯元帅18、19军增援金门，今日击塔。去大营街啊！拉了，走啊走啊！拉活，你停在这干什么啊？快点走啊！走。冲火！绑路。别动！啊！要开！别动！让我打死他！左边前进！退后！别耽误次长。次长，我说正打正着呢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冲动。快点！退后！站住！站住！开枪！快点！快站住！开枪！快追！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开枪。董云华，是我大意了。没有，多亏你发现了。怎么砍死了？还这么快？
谁开的枪？谁先开的枪？不是让我的。不是我，是我开的。是你先开的枪。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，御驾不严，让您受惊了。